为什么说虫洞是宇宙的捷径？既能让人瞬间从地球到达到宇宙的任意角落，还能超越光速，比光跑得还快。可这东西到底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物理学家们从方程里算出来的科幻梦？咱们先抛开那些绕人的方程，聊聊时空的本质。以前咱们都觉得空间就是个空荡荡的舞台，星星、行星就在上面跑，就算把这些东西都搬走，舞台还在，安安静静，一成不变。但爱因斯坦说了，这想法错得彻底。空间和时间是绑在一起的时空，这舞台根本不是硬邦邦的木板，而是张软乎乎的水床。你往水床上放个保龄球，床面会陷下去。宇宙里的恒星、行星就像这颗保龄球，会把时空压得弯曲。要是这弯曲足够厉害，会不会把两个遥远的地方折到一起，形成一个连通的隧道？这就是虫洞的核心想法，不是穿越太空，而是把太空本身折起来走捷径。但虫洞也分能走的和送死的。最早被提出来的叫爱因斯坦罗森桥，听着挺高级，其实就是把黑洞当成了隧道口。你可能会想，那跳进黑洞不就能穿越了？别傻了，这种虫洞根本走不通。黑洞周围有个事件世界，进去就再也出不来，里面的引力会把你撕成碎片，而且就算你能扛住，穿越也得花无限久的时间。等你到对面，宇宙都可能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桥的另一头可能连着重叠的平行宇宙，那里的时间是倒着走的。黑洞在咱们这儿是吸东西，在那边就成了吐东西的白洞，像个迷你大爆炸。但再神奇也没用，这桥中间会自己掐死，谁也过不去。咱们真正想要的是能走的虫洞，能双向通行，没有致命引力，还得够大，能装下飞船甚至人。可这玩意儿怎么造？或者说宇宙里本来就有。有物理学家猜，宇宙刚诞生那会儿，也就是大爆炸后的一瞬间，时空像一锅沸腾的粥，到处都是量子级的小波动。这些波动可能形成了无数 tiny 的虫洞，比原子还小，还被一种叫宇宙弦的东西串着。后来宇宙快速膨胀，这些小虫子洞被拉得又细又长，散落在宇宙各个角落，说不定有些就藏在咱们银河系里，甚至离地球不远。还有人大胆猜测，星系中心那些超大质量黑洞其实根本不是黑洞，是虫洞的入口，只是咱们没法飞到银河系中心去验证，毕竟那得跑 2.6 万光年。当然咱们也能自己造一个，但造虫洞有3个硬要求，得连对地方，比如地球到木星，而不是地球到太阳表面，不能有事件世界，不然就是单程票，还得够结实。引力不能把人压成肉饼，最难的是引力天生就想把虫洞捏死，就像你用手捏吸管似的，刚形成就会闭合。这时候就得靠一种神奇材料，奇异物质。这玩意儿跟咱们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，甚至不是反物质。普通物质有正质量，会被引力吸引，奇异物质是负质量，会被引力排斥，相当于自带反重力，它能顶住引力的压力，把虫洞的入口撑住，不让它闭合。更妙的是，这种物质可能就藏在真空里。太空看着空，其实到处都是瞬间生成又瞬间消失的粒子堆。咱们已经能稍微操控这种量子波动，做出类似负质量的效果。要是真造出这种可穿越虫洞，咱们的宇宙旅行就彻底变了，可以把虫洞的一端留在地球轨道，另一端扔去火星、木星，甚至更远的星系。地球就成了宇宙的交通枢纽，去别的星球就像从卧室走到客厅，星际文明不再是科幻。但说实话，虫洞也有个黑暗面，一旦打开这种隧道，可能会打破宇宙的基本规则，时间旅行就有可能实现。你想想，要是你通过虫洞回到过去，在你爸妈认识之前就阻止了他们相遇，那你还会存在吗？这种祖父悖论会让整个因果关系乱套，所以很多科学家觉得虫洞可能根本不可能存在，就算理论上算得通，现实里也会被宇宙的规则禁止。现在的虫洞还只存在于物理学家的方程里，存在于咱们的想象中。我们不知道宇宙里有没有藏着这样的隧道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看到它被证实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咱们对虫洞的痴迷其实从来不是为了那道隧道本身。人类从骨子里就想跨越距离，想从部落走到远方的山谷，想乘船渡过海洋，想坐飞机飞向天空，想坐火箭冲出地球。我们怕孤独，
怕遥远，怕那些想看的风景、想见的人被千万光年隔开。虫洞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渴望，连接远方，缩短思念，探索未知。它可能永远只是理论，可能藏在星系中心等着被发现，也可能要等我们掌握了奇异物质才能造出来。但没关系，就像古人不知道船能渡海，却一直望着大海向往对岸一样。虫洞不仅在方程里，更在我们对宇宙的好奇里，在我们永远不想停下的探索脚步里。说不定某天，某个天文学家抬头时，真的会发现那颗蒙着雾的玻璃球，而那里面正是我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。